咱们都是在德国居住很长段时间的人。对，我发现呢，过去2、3年以来吧，一直德国媒体啊、政客都以这个所谓新疆种族灭绝这为话题啊。那普通的德国人，你认识的他们是怎么跟你谈这个话题的呢？他们是关心中国还是怎么样？啊，是从报纸关心中国吗？对，我跟你这么说吧，这问题就是，我跟我同事他们就随便扒了一脑瓜子过来，就跟我说，哎呀，就问新疆怎么回事啊？甭管他这同事是不是穆斯林，我们也有土耳其同事嘛，还是德国同事，还是其他的就是国家过来的同事，就问这问题。我说你怎么认为啊？哎呀，他说他看那边说什么抓了100多万维族人嘛，100多万，怎么着，然后让他们进劳动营强制劳动，怎么着的。后来我就说了，我说这么说吧，咱也别说的太远，简单的举个例子，100万是多少人？你先算算100万是多少人？我说你要把这100万人圈起来，这有多大地方？你再把这100万，你说圈一个地方，真圈不了。你给他分散了圈，咱不多了1000个人给他圈一个地方，这得需要多少个地方？你随便你在地图上，你美国那谷歌那么先进，随便你找什么，你要真有这样的地方，早找到了，对不对？但是他从来没拿出来什么照片来，跟你正经八百的举着照片说，你看这就是你们的什么集中营啊，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没有过吧？他们想想，是没有这个。我说再说了，我说这维族，他不是在新疆唯一的一个民族啊。我说在新疆至少得有20-30个少数民族呢。我说比如说有什么塔吉克、俄罗斯啊、蒙古啊，有这个汉族啊，还有一些藏族的，还有一些等等哈萨克斯坦族的等等，这些民族很多。维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概其中的一部分也就好像30%多，我忘了40%我忘了，反正就大概齐吧，就这样的。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1949年，那时候的维族在新疆呢，大概在300万左右。我说现在2024年了，现在维族大概在3000万以上。我说你说这是种族灭绝啊？越灭越多，他们维族属蟑螂的是怎么着？越杀越多啊，对吗？你说我说对不对？越灭越多嘛。我说你看美国的那个印第安人，以前是几百万印第安人，现在活着还有30多万。我说那是什么呀？你告诉我。我说再又话又跟你说回来了。我说咱把这不扯这个，咱扯这有点远了。我说维族。咱说对中国56个民族，是56个吧？56，对吧？56个民族，我说我们这民族是汉族，不能说是少数民族，大概90%以上都是我们这民族，对不对？我说其他民族都属于少数民族。我说维族在中国里边不算是少数的，他上千万，有的少数民族比如像广西、云南这一带，有的也就1万多人，对吧？我说这也就这样的。我说你看他们都没灭绝，越来越多人口不就再往上增，而且中国对少数民族有很多的福利的，从出生就是说出生率，从这个文化教育各方面来说都是这样的。但是德国的媒体刚刚倒过来，对，就说中国政府呢压迫少数民族，对吧？他们说这种话的问题是什么呀？他们认为，哎呀，你中国汉族人占那么大比例，一直老统治这中国。那你说你让一少数民族统治中国了，那可能吗？换到谁也不，从哪个角度来，他也不安定啊，对不对？你肯定大民族要统治小民族，这是自然规律。我说再说，你看少数民族的孩子考高考的时候，在中国上大学考高考的时候，他们比我们这汉族要平均要至少高10个低。不是，就是说加分，对他们加分的。对，我们比如说我们俩10到20分，大概。比如他是维族，我是汉族，他考100，我也考100，我说都是要去清华上学去，收他不收我，因为他就110。对，110、120。对，他就110，比如他110，我100了，他就因为他是少数民族，就收他。我说你说我哪讲理去啊？我说你再说了，从出生那前中国40多年前搞独生子女的时候。
你们德国人天天嘚瑟，告诉中国没有人权，不让人生孩子，不拉不拉。我说现在中国允许生二胎了，你们又开始说中国生的人太多，马上要统治世界了。我说那时候只许汉族生1胎的时候，维族任何少数民族都可以2胎以上出生。你说这算灭绝他们是怎么着？所以说，我说他们很多人在德国人嘛，他们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护照，不出国。有些同事连拜仁州都出不去，你知道吗？都不出去。他们就不出，但得到全世界的所有的新闻素材全从那个媒体啊，就从那媒体嘛，从媒体得。这媒体，我刚来德国的时候，我跟我老婆就说过，我说他说也说那时候说中国有没有新闻自由乱七八糟这些事讨论那时候，我说中国如果要是90%在说谎，比如说90%在说谎，我说同样的德国是85%在说谎。现在我又给他反过来了，我说中国如果要85%在说谎胡扯，在媒体上啊，我说德国是90%在胡扯，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我不跟你说过吗？我看过一本书嘛，一个德国记者写的，叫那个已故记者，对。写完这本书以后，没有3-5年，莫名其妙就死了。他是揭露德国媒体的。对，他揭露德国媒体的这个就是虚伪造假，给政府工作。言论不就是说怎么审核，言论审核可严了。哎呦，我看完那书，我觉得比中国这政审还也不遑多让，你知道吗？他就写完这书以后，后来好像3-4年吧就死了，莫名其妙的。就他还不是说是自杀了，是怎么着？我忘了，这是几年前的事了，你知道吗？被自杀有可能，但是好像几年前，这书名叫什么？就在德语叫 Journalist Verkauf 的 Journalisten， 就是这个，你知道吗？应该有机会。被出卖的记者。对，就是你知道吗？也看了。他没看。我没看。你知道是吧？我知道。我给他推荐过，我让他看过这本书的书封面，我也给我老岳父也推荐。他们不愿意看这种方面的书，他们德国人不关心政治，不爱关心政治。也可能就是不太关心德国政治不太好的那方面。对，他们不是他好不好他都不关心，因为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2战以后吧，历史原因，他们不关心政治了，你知道吗？他们不太关心政治了，他们只是关心就是说一些个乱七八糟的东西，看这儿着个火呀，这儿出个车祸呀，关心这个政治，国家好坏已经不上心了，不像咱中国人特别关心政治，你知道吗？哎，这扯远了，一说咱俩聊天聊远了，没关系。说新疆的怎么跑到这德国去了？然后呢，刚才他们说到媒体自由，对，新闻自由，对，咱就说到新疆的问题，扯回来，那个说那新疆那个歪楼了，歪了，这楼有点太歪了。然后后来呢，说那个他们说那个新疆啊什么那个，对了，那天我在哪儿？我还跟一个德国人聊天来的，哎呦。是在，对，在飞机上，这次来中国，在飞机上，一个挨着我是一个小女孩嘛，她是一个父母是土耳其裔的，但是父母来自于格鲁吉亚但是呢，她出生在德国，她的就是说20多岁是大学生的意思，你知道吗？她去韩国，我们仨人坐一排我小姑娘，然后突然一下就问我一个问题，她就问我说我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她就问我说行，你问吧。她说我问，她说那个中国那新疆是怎么回事？我还有在车上在飞机上，我就跟她说了1个小时，就说这个就关于这个问题，她才明白怎么回事，她才明白。就像我跟你刚才说的一些似的，她说真的有那种就是强制劳动，让他们雪棉花用人工去采摘，我有。人工采摘肯定是有的，太贵了。不是，但是这人工采摘不是他们当地人，我是很多人都属于那种迁徙，就是因为工作去短途迁徙。比如说从来自于川藏、川陕，就来自于这些地方人，他们就是比如喜欢就因为他就人工采摘嘛，因为他地方小了，他又不适合机器了，以后人工采摘这挣钱挺高的，所以他们有些人季节性的过来采摘来，我有，但不是他们维族人。我维族人也有，但是不多。他们都是自家的地，他没必要什么血汗工厂。我真正的大的地肯定都是农业机械化的。
那它产量高啊，你要拿人摘，那需要多少人啊？假如你把全新疆的人都集中过来，他摘不过来，我估计。所以说他这才没，我根本不像你们说什么采摘，我也给他举这例子了。我说你看要真100万，你给他搁哪儿？你告诉我，新疆随便一个地方，它也是一个城市啊。100万怎么也在德国那都是大城市了，你想想，你这哪儿看不到说这有这一个大的集中营啊？就纯粹就胡扯。然后我还就跟他说了，你看，我说你看在德国有多少清真寺啊？他说不多。我说你知道在新疆，在全中国，我多少个穆斯林有一个清真寺啊？他说不知道。我告诉你吧，平均下来差不多500个穆斯林就有一座清真寺。他都不知道，他都觉得惊讶了。我说你差不多啊，我说不能说准确数字，500，也许1000吧，就1000个穆斯林就有一清真寺。我说你在你们家土耳其，就说你土耳其，我估计要这么做都做不到。我觉得土耳其肯定他都做不到1000个穆斯林的一个清真寺。我说你老说灭绝，我说中国有对什么人狠啊？对一些个极端主义，比如像就跟那女孩就这么说的，我就说像比方 IS 像这样的极端的宗教组织，对他们狠。我说在昆明曾经火车站那么多人的地方，莫名其妙的那些人坐火车就被这些个穆斯林的极端主义者给杀了10几个人，拿刀。我说你知道这新闻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看，我说你们就根本就在欧洲报纸就没怎么报道。我知道他们报道这新闻的时候就一笔带过，他根本就没有详细的剖析。你看在德国，比如说要说哪儿出现一起车祸，他能给你写一大篇儿；要说中国哪方面就不好，他看你写一篇小作文似的，给你写一篇。你像中国这种事情，他啪一笔带过，有什么新闻？有，我写了，归了包堆，还没有10行呢就过去了。我说这就是区别，这就是让你也没说我没说新闻不自由，我有写了，但是我具体怎么写那是我的事情了。所以说啊，就说他们关心的不是关心什么穆斯林的问题，要真关心穆斯林问题，巴勒斯坦问题，我就跟那女孩也这么说。你看你巴勒斯坦以色列的问题，你看，我说以色列现在对巴勒斯坦人这么屠杀，超过3万的妇女儿童死亡。我说你们欧洲，我不别说你们欧洲，我说德国站在哪个位置上角度上？开始是全面支持以色列，现在还好点了。还敢投个弃权票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不敢。我说你看美国又站在什么角度呢？这眼前的血淋淋的事实，天天你能看到这 video， 你都不去，都没人去关心的。你关心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穆斯林的东西，你跟我说这事情有意义吗？我说没意义。我看那女孩说觉得确实是。我说你啊，我说你听我说也不好，你看新闻媒体也不好。我说你听1000遍不如你去看一次。自己去中国，我说又不要签证了，15天免签。德国你去，飞过去一次不够，你飞2次去看看去，当旅游了嘛？你怎么也都是旅游嘛？他要去韩国，你知道吗？我说你去韩国也是旅游。我说你还不如去中国呢，韩国的那通货膨胀这么高，没有意义。你去中国，我说通货膨胀才2%，2%到3%。我说你看那韩国那通货膨胀跟德国似的。我说你去那干嘛去？多花钱，还吃不着什么好东西，玩不了什么。你去新疆看看去，然后你就知道怎么回事。我说你也是穆斯林。我在车上跟他聊了1小时，你知道吗？是不是老婆？我老婆在旁边，我老婆在旁边吃醋了1小时。啊，因为是个美女坐在旁边。他说你跟别的人能聊1个多小时，你就不跟我说话。他这就是，他就冷落他了。他就冷了，但是我没办法，你看我不跟他解释清楚，他们就是说，我这么说，他是觉得啊，将信将疑，对他还是不理解，对，就跟我同事啊，我这么说，他们也是将信将疑。我说你去看看去，他还以为你帮中国政府说话。哎，对，他又不去看去，他们又不想看去，也许很多人没有那个能力，经济能力，不是钱，不有可能，但是不见得就是我说你甭管有钱没，他们已经惯性思维了，他们认为就是说什么呀？我们就是永远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啊，对，我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你们这发展中国家，它就是属于让我们就是站在那指指点点的地方，我们就站在这，我们就不干这些任何事情，不干这些什么灭绝就是没有人权、没有自由啊这些事情，他们
在二战以后啊，整个欧洲已经被美国给洗脑洗的厉害，就自从那个马歇尔计划以后，你知道吗？没办法。你觉得哈，就是你们俩觉得德国的未来到底怎么样？你说吧。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啊，说说吧。觉得德国的未来很光明吗？前途很光明？我觉得最好的是离开德国。离开德国？住在别的国家。他跟我想来中国生活。退休之后对吧？对。对。他跟我说过多少次了？他说我们俩老找了很多。为什么不想在德国找了很多国家的奥斯曼？是生活成本太高吗？这是一方面。什么都很贵，越来越贵。这只是一方面。收入老是一样的。一样低。东西越来越贵，但是收入没有什么变化。对。没有什么变化，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德国未来啊，也不能说德国了，整个欧洲的未来都不乐观，你知道吗？我说了，我说如果德国不跟中国好好合作的就好好合作的话，一起就是说工作一起合作的话，我说德国早晚得让中国给撵了，给踩死，你知道吗？但是呢，就这届政府这么不着调。自打莫大娘甭管怎么，他有优点，他有缺点。这届政府是完全没优点，全是缺点，你知道吗？所以他们给德国要这么搞下去的话，德国未来就真毁了。像你说大麻那问题，我就接受不了。他们都德国人，正常德国人，年轻人不算啊，不说年轻人，就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德国人，他们也接受不了。他觉得这东西不正常，不是正常人所能干的事情。还有就是那个变性的，跟美国人学的，你今年可以变成女的，明年我变成男的，或者我随时随地可以变。在德国是这样。现在开始了。现在法律是每12个月可以变一次。对啊，他是每12个月就1年嘛，今年男的，明年女的。对。我说你知道评委我给政府增加多大的工作量不说啊，多大工作量这咱就不说了。这社会的人的思维就混乱了，价值观会就人的习惯，就人的惯性，就完全就变了，你知道吗？因为那我比如说了，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我女儿的孩子就说了，我说在那个，在德国将来，我说咱们去中国，带他们去中国去上学去生活去，那是正常社会。我说你比如说了。你孩子16、17的时候比如上厕所呢，咣进来一男的，比如说他进来一男的，他干了一些个，就是说就咱们说了，就是叫非法提供，比如说了，你干这种事情，你要干这种事情，那你说你告诉他当时说了，我是女的呀，我进女厕所了，但是他干那种事情的时候，他说我要变了，我靠，你这不是来回来去的折腾吗？你说这东西就不是，我跟你说啊，其实大麻合法化，就毒品合法化，还有这个关于这变性就变性的可以随来随去变性这个，其实这就是一种全都是从美国传过来，这你们都知道，咱大家都知道。这就是美国的一些个精英阶层统治那些个下边的渔民的他这种政策，他搞这东西让你没有机会去内乱，没有机会去搞这些精力不用放在什么对这国家有什么政治方面有什么需求，你光在这方面去讨论，就跟黑名贵道理是一样的，都是一些个说是犹太财团给资助，然后商户起来让你们去搞这些事儿，就说白了让你们人民内部人斗人去，奴斗奴。你知道吗？你要是如果奴不之间不斗了，一团结了，对付政治对付政治精英，就把这政府就给翻了，把这政府这政权就翻了，就跟咱们过去，如果有美国出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领导来，比如甭共产党，咱们就出来一个共和党吧，就什么这党那党的，出来一个，把这底下人给团结起来，给他推翻了，真有可能。他别看他不稳，所以他老时不常的这个阶段搞出这么一个题材来，然后让大家去为这点屁事儿斗，然后明儿又搞出这个题材来，又跟你去斗。你看这阶段性的，你看，先开始就是大麻毒品合法化，慢慢就开始这个，在黑名贵乱七八又开始又开始什么斗争的什么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
真的，德国必须跟中国合作，不合作这真的不行。这德国跟美国合作，现在美国有什么呀？其实也没什么东西了，快，你知道吗？他几乎把底儿都掏空了，你知道吗？德国反正未来我觉得不看好。如果就像这一届政府似的，但是我觉得德国政治阶层还是比较倾向于美国那边。没办法呀，你想，你就简单的例子，你看那个马克龙那时候，特朗普就说，你马克龙什么时候上床我都知道。那这川普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媒体这么说呀？你说他谁敢滋呢？我在网上看过一个，在德国那网站看过一个，就是说他肖尔兹嘛，肖尔兹以前特别反美，后来为什么当了总理不反了呢？我就奇怪了。后来我看了，完他们说在那个肖尔兹他们那 SPD 在一个什么音乐会上，是什么一个集会上，他有可能就是说有跟女性发生过一些个，就是说像非法提供这种事情。是吗？我看那新闻是有人这么传在网上，后来这新闻很短，传了没多长时间就没了。就传了很短，没有就没有了。我估计肯定他有什么马脚被美国给捏住了，要不他怎么那么听话呀？像那个你像他们传的说那个在网上传说那个女的就那个外长。他以前干过暗地里干过那个应招呢。是吗？我看过这。我们360度外长就看过，就是他没从政之前干过这个呢，暗地里干过应招呢，都有乱七八糟的。我不相信他是100%的，但至少他要说无风不起浪吧，也有点可能性。让你说他怎么那么听话呀？咱们之间交流，比如说平等性交流，你说我凭什么听你的？我要没有短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就因为什么政治理念，什么的叫什么ideology叫什么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然后咱们俩人你就得听我的，我是你领导什么？有这种可能吗？我觉得我不相信，我觉得他们肯定有什么短儿，私人的。